婚后第6年，周野身边又换了一个女的。我很想和之前一样，装作若无其事，可这次的女孩并不老实，换着花样的在我跟前搞把戏。周野待她与以往不同，这么做天做地的麻烦经她却一直纵容。我碰了碰因为病痛而频繁扎针浮肿的左手背，突然觉得挺没意思的。周野，离婚吧，相识相知，再到相见两厌，竟只用了6年。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，却也在我走出黑暗后再次将我推入深渊。我累了，剩下不多的时间，我只想为自己而活。留不住的狗，就让它去咬别人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表情呆滞地看着手中刚拿到的癌症诊断书，其实一切都有预兆的。从我整宿因为病痛睡不着觉开始，和周野从校服到婚纱，6年时间几乎耗尽了我们所有气力。同处一屋，同一榻上酣睡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他总是背对着我缩在床的边边，只留给我一个冰冷无情的后背。我每晚疼到面部扭曲，但凡他只要回头看我一眼，都会发现我的异样。不知是从何时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只剩下争吵和沉默。我麻木地拿起手机，却不想刚点开的朋友圈内容看得我一阵恍惚。照片上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从后面跳起来搂住周野的脖颈，周野甚至还担心她会摔跤，左手往后背虚拖着女孩，他闹她笑。女孩嘴角上扬，眉眼弯弯，笑脸盈盈地看向身边的男人，像极了校园时期的我。这几年我已经快忘记该怎么笑了。镜头里的周野也曾经是这样看着我，像一道照耀进黑暗里突兀且明媚的光，冲破阴霾，将我整个拉到光明中。18岁的周野目光坚定且炙热，婉婉别害怕，我保护你，你大可放心，一辈子依靠我。一辈子呀，很长，但是我信了。28岁的周野食言了，他早就不再爱我。尽管如此，我也依旧贪恋他曾经给予的美好，宁愿相互纠缠折磨，也不肯放手。可现在，就在这一刻，突然觉得挺没意思的，没劲，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还要跟他纠缠，更不想死后墓碑上还要被刻上他的名字，一点都不想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忍着病痛挣扎起身，拿上钥匙，开车去周野和他那群兄弟们经常去的酒吧。包间门被打开，入墓地场景还是狠狠刺疼了我。周野似乎醉得不轻，歪歪扭扭地坐着，左臂搭在身旁女孩的肩上，脑袋朝女孩那边倾斜，用修长的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嘴角，示意女孩吻过来。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，以前只要周野察觉到我异样的情绪，就会将委屈的我揽入怀里，朝我用食指点点嘴角。我踮起脚尖吻上他，他就将手臂收紧，把头埋在我颈侧蹭蹭，给婉婉充电。不好的情绪快走开。那时的他满心满眼都是我，因为感受过深爱我的他，所以他不爱的时候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明明我们那么相爱，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？我想不通，没精力，也不想再去深究了。这么多年，大家都很累，包间里的人都玩疯了，没人发现我的存在。女孩羞答答地红着脸，慢慢靠近，手捧起周野的脸，吻了上去。醉酒状态的周野显得更加散漫不拘，含笑抬眸间，视线正好与我相对。周野嘴唇微抿，下颚绷紧，眼底的慌乱一闪而过。这一刻仿佛时间定格，我在一头，周野和那个女孩在我的对立面。
时间轴推远，我和周也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我们对视多久，他们就吻了多久。我以为我会难过，毕竟在闹得最凶的时候，我们打到进医院，也曾放出狠话，如果他敢把情人搞到我面前捂我的眼，我一定让他生不如死。其实我是害怕看到他的深情不再对我，怕真见了就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。他懂我在虚张声势，他知道我不会，也知道该怎么在我心窝上捅刀。尽管还是女人无数，从未在我跟前露过面，我以为还有转机，也以为他心里至少还有我，可这全都是我以为。现在这个自欺欺人的谎言我再也无力维持了，面无表情地走到周也跟前，手刚要抬起，他就急忙将女孩护在身后，可笑至极。他以为我要动手，拿起酒杯直接干脆利落地泼在周也脸上，酒液顺着他的脸廓往下滴。28岁的周也褪去了少年的风采轻狂，多了稳重内敛。年纪越大，人也越来越混蛋，被酒一泼，人也清醒多了。他目光冷冽：“苏婉，你又要闹什么？离婚吧！”周也以为我又在无理取闹找事，在场的人都不相信。之前闹得那么凶，把对方恨到死，我们都没一方提过离婚。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，却也在我走出黑暗后再次将我推入深渊。现在我累了，生命仅剩的时光，我想为自己而活。爱吃白家饭的狗，不要也罢。周也，我累了，我不要你了。我果断地摘掉戒指，扔进垃圾桶。一抹银色在半空中划出决绝的弧度，转身就要走。周也却突然起身拽住我，皱眉冷笑道：“苏婉，你又发什么疯？我没空陪你闹。离了婚，你能走哪？我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孤身一人，没了他我无处可去。他知道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也一贯知道我的痛点在哪。左手背被扎针扎了 N 次的地方很疼，身体也跟无数只蚂蚁在撕咬我的血肉，疼痛使我此刻的大脑无比清醒。我用指甲扣着他的手指，一根一根的掰开。你管不着。离开包间，依旧听见身后的周也愤怒的声音：“苏婉，你会后悔的。”他一把扯过桌布，随着桌布的滑落，桌上的酒瓶菜碟悉数摔在地上，4分5裂碎了一地，像极了我和他没能圆满的12年。结束了，我突然觉得身心舒畅。街上人来人往，车辆争相行驶，路边行人有说有笑。突然下起了大暴雨，这吵吵嚷嚷的世界又多了些许声音。我没有选择躲雨，一个人沿着眼角走了很久。我不知道该去哪里，所以我只能一直走，不停下。寒意从领口灌入，全身因为疼痛抑制不住的颤抖。真疼呀！仰头直面雨滴，好奇怪，明明一点都不难过的，怎么这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流？我的视线开始出现重影，模糊间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少年匆匆赶来，将欺辱我的人一个个打趴下，像只暴躁疯狂的恶犬，逮人就咬。我看着刚刚嚣张的一群人纷纷倒下，少年垂着头向我走来，嘴角和面部都有多多少少的伤口淤青。即将靠近我时，少年突然收敛起全身的锋芒。婉婉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他的声音颤抖嘶哑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看着狼狈不堪的我，一遍一遍在我耳边懊悔道歉。以前我每当被欺负，周也都会赶来救我。他说，周也是苏婉的骑士，誓死保护公主的骑士，不管被欺负得多惨，我都没有一滴眼泪，却在他温暖的怀抱中泣不成声。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，妈妈因为生我伤了身子，再也无法生育。
全家人都认为我是个灾星，因为苏家的香火断了，对我是非打即骂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只要稍不如意，妈妈就会扯着我打骂。你这个灾星，你为什么要来我肚子里？为什么要来害我们家？你怎么不去死呀？爸爸一贯能动手，绝不动口，卷卷袖口，直接扇我耳光，打到我认错求饶，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为止。为了不挨打，我努力做一个听话的小孩，年级第一，不提任何要求，做饭洗衣任劳任怨。可不管我怎么做，爸妈就是不喜欢我，处处看我不顺眼。我不明白，质问爸妈，我是不是垃圾桶里捡来的？妈妈却气从心来，将我丢出家门，让我在垃圾桶前整整站了一夜。学校的学杂费从我上学开始，每次都是拖到最后，老师催促多次，甚至电话上门拜访才交。老师前脚走，后脚我就要遭受打骂。又给老师告嘴了吧？没有会找上门来。一个女孩还要读书，赔钱货。年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班级小朋友作文里的父母这么好，自己的父母怎么却是这样的？我常常一个人躲在黑暗的角落，整个身体蜷缩，小声痛哭，不敢哭大声，要是吵醒了爸爸妈妈的话，又是一轮毒打。我性格孤僻，在学校没有朋友，独立独行的我很自然地成为了被霸凌的对象。他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知道了我家的情况，也知道我爸妈对我的厌恶，根本不会在乎我的死活，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地欺辱我。被正燃烧的烟头碾压在身上，我疼得面部扭曲，他们却异常开心，更加倍折磨我。后来妈妈癌症去世，爸爸生意投资失败，卷钱跑路，我成了被遗弃的那个。他们就越发无所顾忌，说我是赔钱货扫把星，将我堵在天台，用书包往我身上砸。高中生的书包，可想而知里面的书得放了多少，来来回回砸。因为书包冲击力，我的后脑也不知道撞在墙上多少次。当我快受不了这种折磨，看向不远处天台的地坎，想要来个解脱的时候，周也出现了。欺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生，算什么本事？这么喜欢欺负别人？爸妈没有教你们尊重。他边念叨边把所有欺负我的人全揍了一遍，一个一个的压着他们的头发往墙上撞。什么感受？疼。知道疼为什么要这样欺负别人？粗暴张扬的周也就这样闯进我的世界，成为了我的光，深深刻进我的骨髓。也是那天起，他说要永远保护我，因为有他在，没有人再欺负我。顺利高中毕业，以全省第2的成绩考进最高学府。周也考得也不错，和我在一个城市。后来他红着脸和我告白，他说他喜欢我很久了，他说想当我男朋友，他说想和我结婚，将我一辈子锁死在他身边。当时的他确实很爱我，用他的全身心来保护我，治愈我，让我一点点好起来，再也不用吃奇怪的药。原来被人保护的感觉这么安心，原来我也是值得被爱的。18岁的周也呀，你能想到多年后，用心保护多年的女孩，被你自己亲手伤得粉碎？我晕倒了，旁边的路人纷纷围拢过来，帮我打120，救护车把我送去医院，做了很多美恶交织的梦。一睁眼，我看到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身影背对着我，在病房里不知在忙活什么。以前每次生病睡醒，都能看到周也背对着我忙碌的身影，那抹白色的身影转身向我走来，脑海里的那些个就是也陆陆续续消散了不少。徐彤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苏婉，你能不能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？都生病了还跑去淋雨，
你以为你是金刚不坏之身吗？徐桐是周野的发小，虽然从小一起长大，但是他的性格和周野却截然相反，用温润沉稳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。同时，他也是我的主治医生，知道他是心急，为了我好，我呲着个大牙对着他傻咧咧。徐医生，我已经没多少时间可活了，你能不能对我温柔点？你儒雅的人设去哪了？闻言，徐桐的脸拉得更长了。苏婉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积极治疗，你会好起来的。他平时很少生气，估计最近大姨夫来访了吧，容易动怒。我丝毫不在意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对了，你可别和周野说，我不想他知道了，跑来阴阳怪气。小野要是知道了，不会不管你的。我出声打断他。好了，徐桐，我不想听你来当他的说客。闹了这么多年，我已经很累了。你要是跟他说了，我们以后就不是朋友。半晌，徐桐眼眶有些红润，鼻音极重的开口：好。许是突然来的兴趣，我嚷着想去医院天台看落日。徐桐虽很不赞同，可架不住我非要去，就丢给我一把钥匙。诺，别说是我给的。我一把接过，脸上挤满了笑意。谢谢徐医生，我就知道徐医生最好了。医生有规定，病患不能上天台去的。出于什么原因才有的这规定呢？相信我不说，大家也知道。徐桐不放心，冒着被处分的风险，跟在我身后一起上来了。我们两个并排站立，看着远处的太阳缓缓落下，这个世界彻底陷入黑暗。徐桐，我不想治疗了，最后的时间，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比如，我想去威尼斯。据说那里是全世界最浪漫、最美的城市。你不用劝我，我知道自己好不了了。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城市待着，我也待够了。世界这么大，趁我还能动弹之前，我想出去看看。去了就不回来了吗？徐桐沉默不语了许久，终于开口了：不回来了。这座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自从那天在天台，徐桐提出要跟我一起去威尼斯后，气氛就变得十分微妙。好吧，我落荒而逃了。在他说那句话之后，现在想想，我怕是自作多情了。徐桐或许只是出于主治医生的医德，又或许是他自己也想去玩玩看看呢。我怎么就非要跑呢？这下好了，这一跑，现在尬住了。本来想着等徐桐来查房了解释一下，却不想这几天都没见到他。听护士说他出差去林市，要1周后才回来。那好，那好，等他回来再解释一下，估计也就不会太尴尬了。正低头边走边想说辞，没看路，在医院转角处撞到一个人。暖暖，小心！我起初以为是幻觉。我竟然听到了周野的声音，他声音急促且紧张。暖暖，显然不是对我说，因为我身后是住院楼的热水房，地上都是水渍，还时不时有人进出。我没站稳，直直摔在水渍地上，手掌猝然一疼，8成是擦破皮了。我的视线看向被我撞到的人，果然不是我幻听，确实是周野。他小心翼翼地扶着女孩，对比之下，我狼狈极了。原来他的新欢叫暖暖呀！暖暖对着摔倒在地上的我，一脸惊慌失措的模样，还作势准备过来扶我。啊，是苏婉姐姐，抱歉呀，我急着去给小野交婚前体检单呢。你有没有哪摔倒？要不要紧？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是却没有丝毫实际行动上要来真正扶我的。还婚前体检呢？想表达啥？年纪不大，却几百个心眼，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让这空气冥冥之中透着一股浓浓的绿茶味。我并不打算接话，手撑得慢慢站起来。等我快要自己站起来的时候，
小绿茶又噔噔跑来，伸手要扶我。在他手要伸过来，我瞄准直接一巴掌打下去。小绿茶暖暖的手瞬间红了一块。我推开他要走，并没有使多大力，他却突然作势摔倒在地上，一副摔疼的模样。苏婉，别太过分了你！或又是这种一味指责厌烦至极的语气。事到如今，无论我做什么，在他眼中都是无理取闹的泼妇样。我没有和以往一样生气的和他大吵一架，没必要。我一脸讽刺地看着周野。周总，到底谁过分？难道还不够一目了然吗？我们还没离婚呢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带着情人来医院做婚检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江暖只是公司新来的实习生，我没聋也没瞎。你的情人说婚检，而你没否认，现在你又在这装什么呢？苏婉，你能不能别强词夺理？呵，行了，抽空把婚离了，你要怎么玩爱怎么玩，都与我无关。我没了耐心，转身就走。和他多说一句，都觉得整个胃在沸腾，本来就没吃多少，别再整得全呕出来。也许是我的反应太过于冷漠反常，让周野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所以在我即将和他擦身而过之际，用力抓住我的手，语气却是难得的缓和服软。上周酒吧那晚是我喝醉了，如果做了什么事情的话，算我的错。离婚，我不同意。被碰触的一瞬间，我全身毛孔都在抗拒，甚至条件反射的使劲甩开，别碰我，脏！那一刻，我的情绪彻底失控，终究到了连碰触都会这么抗拒的时候。还记得第一次牵手时的我们，是羞涩的，是那么贪恋彼此掌心的温度，十指相扣，就像被502胶水粘住似的，再也分不开。当初是有多么热烈的爱过，现在就是有多么的厌恶。对，厌恶，脑海中几乎一瞬间就闪过了这个词汇。爱不会消逝，只会转移。周也不爱我了，我现在已然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，也就不会难过。幸好我出来的时候换下了病号服，不然也有的被刚才那两人讥讽的了。刚出医院就遇到出差回来的徐彤，见我穿了单薄的常服，急匆匆叫住我后，将车就近停到路边车位上，下车朝我走来，边走边将他的大衣脱下来，靠近后披在我身上。你怎么还是这么不听话？我一不在就到处乱跑，还穿这么少。见他面色如常，我也就放下心来。或许真是我自己想多了吧。徐医生这么快就出差回来了，不愧是出了名的工作狂。徐彤难得脸上呈现出笑意，我再不回来，病人就得跑路了。不知周野是不是一直跟在我身后，目睹了这一幕。他突然发疯地甩来江暖的手冲过来，徐彤察觉到时，周野已经到跟前了，他直接给了徐彤一拳，将徐彤按倒在地打。徐彤短暂懵了一下，回神过来就还手，两人瞬间扭倒在一起，闹了很大的动静。保安和围观群众都引了过来，3个保安加2个热心群众才将两人拉开。徐彤，苏婉是我老婆，你竟然对她下手。苏婉，我还奇怪你怎么突然要离婚，原来是背着我和我兄弟搞上了。周野擦去嘴角的血渍，双眼瞪得老大来质问。他当着我的面和年轻女孩玩暧昧亲吻游戏，就可以是喝醉了；和情人来医院做婚检，就可以是虚情假意逢场作戏。而我病发住院，徐彤作为主治医生，看我跑出来穿着单薄给我披件外套，就是背着勾搭他兄弟，就要面对他的肆意污蔑。我面无表情，径直走向周野，甩手就是一巴掌。周野，你还是个人吗？
用混蛋形容你都是侮辱了混蛋这两字。或许是被我这巴掌打清醒了，周也意识到这一次我是认真的，没再跟他闹。他慌了，结婚以来第一次发自心底的慌乱。我是真的不要他了。周也一直很自信，他自信我离不开他，自信的以为提出离婚只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也只是为了激怒他，不想多待下去，供众人取乐。我也没了想出去转转的心思，回身朝医院走去，也不想管周也是否会察觉。这一刻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想管，只想离开。徐彤似乎也跟周也没话说，跟在我身后。苏婉，别走好不好？身后传来周也极尽卑微的挽留。我全身一瞬间被悲凉席卷，脚步却没有丝毫停留。我继续前走，只留给他一冷漠的背影。回病房的路上，徐彤都默不作声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徐医生，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我导致你被疯狗咬了。见我称那人为狗，徐彤倒是有反应了。你和小野真的没可能了吗？窗外夕阳落下，夜幕正悄然吞噬着天空。医院里里外外的白炽灯也陆陆续续点亮。我坚定地与徐彤对视。对，无爱一身轻，不在意就不会受到伤害。我把离婚的事情全权委托给律师，让他帮我处理，我自己则在办理出国的护照和签证。美丽的城市似乎近在咫尺，周也跟抽风似的，坚决不同意，要我回家。家？我哪有家？在护照提交办理的第4天，我身上的癌细胞扩散，病情加重，不得不住院治疗，才能缓解这病魔带来的疼痛。刚开始我还能自己下院晒晒太阳，去医院对面的一家哈尔滨水饺来上一盘子，在护士台和年轻小护士八卦。病魔似乎见不得我如此悠闲，强行将我控制在小小的病房内。我每天要吃各种药，打吊针。没几天，我手背上的皮肤已经扎肿起来，肿到连经验丰富的护士长都难以找到血管的准确位置。吃的也越来越少，好不容易勉强吃进去一点，立马就抱着马桶吐。胃里已经没东西给我吐了，就开始吐酸水。我肉眼可见消瘦，再也没出过病房。徐彤建议我做化疗，被我拒绝了。化疗过程太痛苦了，头发全要掉光光，皮肤会灼烧变黑，还要挂尿袋。我害怕，我不要化疗，不想变很丑。等护照签证下来，我还要出国呢，可不能变丑，到时候拍照都不好看了。徐彤请了一个护工，在他忙的时候来照顾我，要是不忙，他就自己过来病房守着我照顾我。我开始是拒绝的，哪能让市医院重点培养年仅28就当上主治医生的徐家小少爷来照顾我？可怎么也赶不走，怎么说也不听，我就放弃了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明明除却周也这层关系，我们并不是太熟络。今天我的精气神异常的好，顺带着胃口也好了，有很多想吃的东西，想吃串串火锅、红烧兔头、炸鸡腿、猪蹄。刚听我提出想吃东西，徐彤还挺开心的，准备去给我买回来的脚步就卡在我后面爆出的菜品上。不行，等你病好了再吃，我还能等到吗？徐医生，我已经绝症晚期了。空气在我问出口这话时凝固了一会，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，拿起手机点开某博的搜索引擎。会好的，一定会的。徐彤怎么也开始神神叨叨，相信玄学了。你等我，今天给你煮了玉米粥。他双手插兜地离开。这段时间我都不怎么吃得下什么东西，都是他变着花样的每天给我在医院食堂煮粥，煮好又从食堂端来住院楼。
等他穿越众多楼层过来病房，粥也就没那么烫了，刚好能入口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鼻子突然有些酸酸的，因为小时候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导致我的胃很不好。以前一生病我就吃不下东西，都是粥爷煮粥给我喝。他一个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公子哥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却为了我苦心钻研食谱。从刚开始的厨房灾难，再到拿手美味，只要一下班回家，他就在厨房待着，变着花样给我做。学会了煮粥，学会了炒菜。后来呀，他的厨艺越来越好，回家给我做饭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他慢慢没了耐心，从开始的外卖到后来的不闻不问，还说我无理取闹，说他忙，说我娇气。徐彤回来的时候，只看到我背对着门口熟睡的背影。他将手中的保温壶轻轻放下，再悄然离开。关门声响起的一瞬间，我睁开了已经满是泪水的眼睛。我实在不想让徐彤看见，所以我装睡，辜负了他的心意，任由自己沉溺了一会，才慢慢平复。冷静下来后，离婚的念头愈发强烈。我想，在我还能走能动的时候，快点结束这段糟糕的婚姻关系，快点出国。自从上次不欢而散后，我已经快有1个多月没见到周野了。律师方面也一直是告诉我见不到人，但对面传达出不同意离婚，申请调解复合，见不到人，估计又在哪个温柔乡里醉生梦死呢。8成早忘记了自己还有个喘气的妻子呢。不同意离婚，不让我痛快，他就也别想好过。扎针吃药的副作用，我手已经抖得快拿不稳手机了。为了逼出周野，我直接把他出轨多人的证据发给律师，让他上诉强制离婚。果然，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在庭上，我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周野，一个很注意自身形象的人，此刻却满脸胡渣，面容憔悴。他看向我的眼神似有不舍、自责、难过。不过这一切都与我无关。最终，法院也是给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，同意离婚，双方财产平均分割。拿着判决单站在法院门口的时候，我的身心无比的通畅。苏苏，好心情瞬间没了。我转身看向不远处的周野。苏苏，他们说你生病了，我不相信，你又在逗我玩呢。面无表情，提起1/1000的应付之心，才支撑住我回答他的话。周野，你觉得我有必要逗你玩吗？现在我这样不是如你之前所愿了吗？你巴不得我遭报应的不是吗？这副可怜兮兮、憔悴不堪的样子，又是演给谁看呢？想在临门一脚的时候把我恶心死。对于他，就算应付我也没什么好话，一个一个冰冷恶毒的字眼，就如同一把尖刀，使劲往他身上捅。苏苏，我只是不想你离开我，我带你去最好的医院，给你找最好的医生，你一定会好的。一开口，周野的眼泪就跟水龙头似的往下流，垂在身侧的手也不受控制的颤抖。这所谓的一切，却只换来我一对大白眼球。周野，搞什么呢？这出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大可不必来这表演。你没有观众哦，不对，要不我把你的宋暖叫来，总不能让我们周总的表演没有观看者吧？现在知道后悔了。我生病疼晕在地的时候，你在哪？我一个人去医院检查打针的时候，你在哪？周野，你真别再倒我胃口了。周野听着我的话，没有反驳，脸色却比之前更加惨白。他盯着我看了许久，手伸出来对着我空抓了几下。我没兴致看下去了，转身离开。苏苏，我已经申请净身出户，把钱全拿给你治病。听着身后传来的话，我只觉得好笑，迟来的深情
一无是处。出了法院，我看到了早已等在内的徐彤。6月的天很热，也亏得他能一直站在太阳下等我。靠近，将我手中撑着的伞伸出，替徐彤遮挡住酷热。谢谢你，徐彤，在我生病期间，担当我的主治医生，还兼职照顾我，陪我度过那最难熬的时光。就在刚刚，我的签证下来了，我决定过几天就出国。这些时间真的谢谢你了，徐彤。他一脸错愕，你这么急着出国，可你的身体……话都说完，却戛然而止，因为我再次晕倒了。苏苏，身后的声音，撕心裂肺，悲痛欲绝。晕倒前，我看到朝我跑来的周野，死命抓着徐彤的衣袖。我不想见到他。徐彤知道我说的他是谁。我全身刺疼，耳边嗡鸣，整个皮肉感觉都在被人硬生生剥离。我的身体终究是坚持不住了，身体机制下降，血液流动缓慢，新陈代谢速度降低。昏迷期间，我的耳边一直都有仪器滴滴滴的声音，医生之间的交谈声，金属器材之间碰撞发的声音。除开这些，我感觉有人在哭，无助懊悔的哭声。慢慢的，其余声音都没了，只有那人的哭泣声。我很想睁开眼睛，看看是谁，怎么能这么吵呢？吵到我这个病人了。也许是老天开眼，白光一闪，周围的事物开始清晰，我也看清楚了那个人，一个全身脏兮兮、看不清楚衣服颜色的少年，紧紧抱着满脸伤痕、血流不止、已经昏迷不醒的女孩。少年失魂般跌跪在地上，强忍住颤抖的手给120打电话。说完地址，他都等不及挂断，就急忙拦腰抱起女孩往外走。尽管腿脚无力，走起来跌跌撞撞，女孩却依旧平稳地在少年怀中昏睡。婉婉，醒醒，别睡，我知道你很疼，救护车马上就来了，马上就不疼了。从后山到学校大门口，浑身伤痕的少年淋着大雨，将怀中的少女抱上救护车。过去发生的事情，一桩桩一件件，都像幻灯片一样在我眼前浮现。那些被刻意遗憾的记忆，再一次清晰起来。画面定格在18岁那天，小苏婉又被班上的男生堵在后山储物间里，里面的灯有一下没一下的闪着。他很害怕，很无助，整个人蜷缩在角落，默默承受着男生们用沉重的书包、书本、石子一本本一颗颗的砸。起因只是因为小苏婉拒绝给他们写课后作业。你不是很硬气吗？就一个作业，你随便给我们写写不就行了吗？至于还要受这一遭吗？他们已经不满足，隔着距离砸，慢慢靠近，抓住小苏婉的头就往墙上撞。头撞击墙门的疼痛，即使是多年之后，我依旧清晰地记着。说话呀，你不是很硬气吗？以为认识了个周野就得意忘形了，嘴上说着，手也没闲着，一下一下的撞。更有甚者，两个男生竟然来扯小苏婉的衣服，往衣服里倒脏水。小苏婉全程一声不吭，默默承受。只有身上不受控制的颤抖暴露了他内心的恐惧。哐大，门锁被转动的声音尖锐响亮，门被重重踹开。周野来了，他穿着纯白色的衬衫，逆着光像拯救公主的天使一样出现，朝小苏婉奔来。看到女孩满脸鲜血，他崩溃了，发疯似的将欺负小苏婉的人打倒在地。纵使身上增添的伤口，也没抑制住他手上的动作，用尽全力将拳头砸向地上的男生。没有女孩用尽全力的呼喊，或许已经出大事了。婉婉，没事了，坏人已经得到惩罚，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我们回家。
小苏婉张开双手，在被周也抱在怀里，温柔的抚摸，终于支撑不住，失去了意识。18岁的周也，眼泪不断地往下流淌，哽咽的一个字都说不完整。光线昏暗的储物间，空气中安静的只能听到悲伤的声音。我一直逃避过去，害怕去触碰曾经的记忆，长年累月中满身伤痕，无一完整。在这一刻，我突然想通了，内心被一种力量充斥。爸妈不爱我，不是我的错；同学不喜欢我，也不是我的错；周也不爱我，更不是我的错。我已经很努力去做到最好了，该自责、该懊恼、该悔恨的人，不该是我。滴滴答，滴答。手术台上，已经手术2个小时的徐彤，看到心跳测量仪重新有了波动，才悄然松了一口气。还好是醒了，看着熟悉的纯白天花板，我再次庆幸自己的顽强，这都熬过来了。不多久，徐彤就穿着白大褂走进来，一看到他，我急忙开口道：“我要出院。”徐彤斜眼看到亮屏的手机屏幕上的短信，眼中闪过一丝了然。我以为他又要劝我，却不想。好，我一脸诧异。他云淡风轻，不过有个要求，带上我。这哥来真的，可你没护照字都还没得及说出，话音就戛然而止在他上衣口袋处只露出一角的深红色上。好吧，这哥还是有备而来的。身处于圣马可广场，它的奥妙和独特魅力直击身心。洁白的鸽子裙，来往的人流，偷溜进窗帘的晨光，沁人心脾的钟声，摇摇欲坠的苏婉，定格的一瞬间，煞是好看。徐彤，最后拜托你一件事，我想永远留在这美丽的地方，别带我回国去了。好。周也番外，我是28岁的周也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越来越厌倦看到那个自己曾经最爱的人。明明以前是那么柔弱，惹人怜爱，怎么慢慢变成一个只会无理取闹、尖酸刻薄的泼妇呢？在后来岁月中不断的争吵，终于失去了耐心。我开始夜不归宿，沉溺酒色，尽情享受。在偶然的一次校园演讲时，我遇到一个女孩，像极了曾经的苏婉，柔弱且坚毅，善良阳光的少女，鬼使神差，我开始和她接触，和她相处的每天，仿佛回到了18岁。苏婉闹着要离婚，起初的我不以为然，只觉得她又在无理取闹，哗众取宠。可这一次，她却异常的坚决，甚至不惜上诉法院强制离婚。我开始慌神，闹归闹，可我从没想过要他离开。我亲眼看着他在我不远处倒下，面色苍白得像个瓷娃娃。得知他是绝症晚期，我的心狠狠地抽搐，无力绝望包围全身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一直以为还有时间可以去弥补。无数个仪器横在苏婉身上，她就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无声无息一般。我想靠近看看她，却被徐彤拦住。他说：“苏婉不想见我。”好，我听话，只要我离开，能换你醒来。听说苏婉醒了，听说她和徐彤出国去了。再次见到徐彤是在1个月后，在公司大会上。我突然吐血昏迷，被下属送来医院。徐彤作为我的主治医生出现，他说我身体机能出现下降，逐渐衰竭趋向，叫我住院静养。也被告知苏婉已经在威尼斯去世的消息。我整个人在一瞬间像是被吸干了精气神一般，瘫软下来。哦，江暖，他呀。在2个月前被同校学生爆出参加多人运动，私生活混乱，已经被学校开除。他找上我帮他，我怎么可能帮他？他可是我罪恶的起源。本以为他是个老实的，结果
我撤销了对他的资助，再也不想见到他。29岁的周也，已经是苏婉去世的1年之后了，被查出肾衰竭。我没有选择住院，除了当初和苏婉的婚房外，名下其余财产全额捐献灾区。处理好后事，我窝在房间里，看着和苏婉的纪录片入眠。几天后，被前去打扫的阿姨发现周也已经断气多时了。去世前死死抱着一张结婚照相框，不肯撒手，嘴角一直挂着浅浅的微笑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闺蜜告诉我，老公和初恋旧情复燃了。我不信，我悄悄跟踪老公，才发现他的初恋就住在我家隔壁的小区。奇怪的是，老公一直在拒绝初恋，完全不像劈腿的人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闺蜜和老公有一个人在撒谎。记得那天我正在休年假，好闺蜜李如突然造访，我刚想问她怎么有时间过来，结果她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老公在不在家。我愣了一下，说他几天前出差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其实我本来想借着这次假期跟刘勋出去逛一逛，也顺便可以试一试能不能怀上孩子，但是他出差足足1个礼拜，这个计划也只能泡汤了。坐在沙发上，李如几次欲言又止，见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我笑着给他倒了一杯水。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毕业之后都留在了同一座城市打拼，基本上我俩是无话不谈。可是今天的李如却吞吞吐吐的，表情也极为严肃。终于她咬了下嘴唇，像是下定什么决心似的，从包包里拿出手机，操作了几下后，她将手机推给了我。这是我前几天出差时在酒店拍到的。我疑惑地接过手机一看，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。屏幕上，我老公刘勋和一个女人正在酒店门口接吻，而那个女人我也认识，正是他大学时期的白月光唐佳。大学毕业没几年，唐佳就远嫁到国外生活，听说最近才回国，据说是离婚了。我们之前还在一起吃过饭，而且当时还加了她的微信。我知道这个女人是刘勋一直想的又没有得到的人，所以当时我想表现的尽量大度一点。而刘勋婚后一直对我很好，就连之前唐家主动的联系他都拒绝了，刻意和他拉开了距离。可现在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心里对刘勋的信任动摇了。难道他们真的旧情复燃了？李如的安慰我是一句都没听进去。我仔细回想着3年来的婚姻生活，点点滴滴都是那么清晰。我不相信刘勋会背叛我。我跟刘勋是通过相亲认识的，他的条件不错，又很细心体贴。我们交往半年后就闪婚了。结婚之后，他做得比之前更好，大事小情都不用我来操心，几乎是事无巨细地照顾我，而且每逢节日，他都会给我准备惊喜，简直就是模范丈夫。难道3年内积累的感情和信任，他一点也不在乎了吗？我疯狂地给刘勋打电话，想要求证。就算我相信他，但眼泪也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我想问问他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可是任由我一遍遍地打过去，刘勋的手机始终都处于关机状态，似乎在向我证明这是真的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李如一脸担心地看着我。怎么办？我抬起了头。我必须得找刘勋问个清楚。他说需要什么帮助，让我第一时间联系他，但是千万不要冲动，凡事先跟他商量一下。我看了一眼他不停闪烁的手机，知道他还有事。把他送走之后，我的脑袋里乱糟糟的，
甚至还在心里不断地给刘勋找借口。或许他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或许这一切都是唐家故意而为之。毕竟刘勋这3年来一直对我都很好。我再次拿起手机，当先点开了刘勋的朋友圈。他最近的朋友圈发了一张酒店的照片，配的文案是：老婆大人，酒店的床很软，我等你哦。接着我又点开了唐家的朋友圈，第一条朋友圈的图片是一处风景，配的文案却是：真想就这样一直躺在你怀里。而他们的地址都显示为世家酒店。我颓然地垂下了手臂。这2条朋友圈似乎是印证了我的所有猜忌，就算我再怎么不愿意承认，但事实就摆在眼前。那他们在一起多久了？我紧紧地握着手机，我感觉自己的尊严被他们2个在肆意践踏，我的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。我想到了离婚，这似乎是我最好的选择，但这样也未免太便宜了他们，让他们没羞没臊地生活在一起，而我狼狈离场。凭什么？就算是老娘要离婚，也绝不能让他们好过。只是现在我去责问刘勋，他一定不会承认，更会有无数个借口搪塞我。就算有李如给的照片，他也会说那只是一个误会。我要找到他们在一起的证据，我要让他们无话可说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刘勋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他的声音一如往常般温柔。亲爱的，刚刚在开会，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开会是跟你的白月光在床上开会吧？我紧紧地握着手机，强压着满心的愤怒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现在我心里想的全都是跟他离婚。我今天下午就能到家，晚上咱们一起去妈那儿一趟。他今天生日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声音有些怪怪的？他现在80%是已经跟唐家做完了恶心的事了。退房的刷卡声从手机里传来，我把心头的火气往下压了压。回来再说吧。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吐出这几个字，我尽量不让他感觉到异样，因为我现在很是期待，当我把所有能证明他出轨的证据摆在他面前的那一刻，他的脸上又该是何种表情。我紧紧地攥着手，不用去照镜子，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很狼狈。电话才刚刚挂断，就再次响了起来。拿起手机一看，是我婆婆打来的。她跟我说要我先过去帮她准备饭菜。我的脑海里全都是刘勋和唐家在床上翻滚的样子。我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，这已经是我现在最好的涵养了。我知道他是长辈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还不到撕破脸皮的地步。挂了电话，我洗了把脸，化了个淡妆，将状态调整到最佳，我才起身出门。我刚到婆婆家楼下，就看到她抱着邻居家的孩子扫了我一眼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这小孩就是可爱呀，可怜我这半截身子入黄土的人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抱到孙子。我知道她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这3年以来，我和刘勋一直都没有孩子。也正因如此，我婆婆就一直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，说我不会生养。我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，只是淡淡的问了一句：要上楼做饭吗？她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，没好气地说道：帮我把东西提上去吧。她说着话，就提着满满登登的东西朝着楼上走。我强压着心头的怒火，跟在她的身后。那全都是些营养品，看起来很昂贵，应该是刘勋给他买的吧。我俩上了楼，才一进门，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。他电话的声音很大，就算是没点开免提，我也能听清楚里面传来的声音。阿姨，我是唐家，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，我特意在国外给你买了一些东西，
你都收到了吧？我婆婆笑眯眯地说：收到了。她倒是开心了，可我却死死地捏着手里的菜。我被一张照片闹得两手空空的上门，可她是什么身份？难道就不知道避嫌吗？我婆婆瞥了我一眼后，便钻进了厨房。聊了很久之后，她从厨房端出一大碗汤药来，递到我面前，冷言冷语地说道：这是我找老中医要来的方子，你把药给喝了，你们就一定能怀上孩子。要是唐家的话，肯定不会这么费劲。气死了，他居然拿我跟唐家比，这意思不就是我不如他吗？他那么好，你怎么不让他当你的儿媳妇？我不喝。别说这东西有没有用，就算是这东西真的是灵丹妙药，我现在也没有了跟刘勋生孩子的打算。他却是一副气不过的样子，开始阴阳怪气起来。就算是养个老母鸡，还得下蛋呢。你不给我们刘家生个大胖小子怎么行？我越听越气，他这是把我当成他们家的生育机器了。我一把推开了药碗，啪！药碗掉在了地上，摔个粉碎。而就在这时，门被打开，是刘勋回来了。他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精致的套盒，是化妆品。看到这个曾经和我同床共枕3年的男人，我的心头顿时一紧。婆婆就宛若找到了主心骨似的，来了个恶人先告状。儿子，妈没用，又惹甜甜生气了。我只是给他熬药喝，结果他非但不领情，还把碗给摔了。看着地上摔碎的药碗，刘勋皱着眉头冲我走了过来。我已经做好了他发火的准备。宋田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妈呢？妈也是一片好心，你不喝就算了，怎么还把碗也打碎了？虽然这么说，但他的语气却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。接着他就提着那套化妆品走到我婆婆面前。你看你，这么贵的化妆品都已经给妈买了，还干嘛惹她不开心啊？说话间，刘勋还故意朝我眨了眨眼睛。一听这话，我婆婆的脸色终于缓和了很多，而我只是定定地看着刘勋，一言未发。现在的他简直虚伪到了极点。吃完饭，我们一起回到了家里，而他的手机一直都没停过，消息电话如同是轰炸一样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谁呀？一直给你打电话发消息，你干嘛不接不回呢？我阴阳怪气地问道。刘勋只是心虚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拿着手机站了起来，他的脸色也不好看。在听到我的唠叨，他终于忍不住了。宋田，多大的事，你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？至于吗？我为了升职的事情闹得够累的了，你还给我添乱。累是因为跟唐家在床上折腾的吧？我的忍耐早已到了极限。就在我快要爆发的时候，刘勋却拿起外套转身就走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他连头都没有回，只是丢下一句晚上去应酬，可能不回来了，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。我本来就要爆发的情绪，在这一刻全都堵在了心口，就好像是用力地挥起拳头，却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觉。我抓起旁边茶几上的杯子，用力地摔在地上，这是我唯一能够发泄的方式。我抱着腿蹲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以为他会跟我解释清楚，但是刘勋的态度让我心里仅存的那点幻想瞬间消散。这时，上司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说是之前的一个策划案没有通过，要让我赶紧修改出来。我感觉整个人都快炸了，才刚刚没有跟刘勋发泄出去的情绪，在这一瞬间全都涌了上来。我哭着找来了笔记本，结果开机没反应，气得我直接就把它摔在了地上。坐在地上良久后，我还是爬起来去了刘勋的书房。虽然我现在还很气他，但为了保住饭碗，我只能强忍着怒意打开了他的电脑。
电脑开机，微信自动登录，是刘勋的账号。我下意识的就想关掉，可这时微信界面上一个备注为唐家的好友吸引了我。我鬼使神差般点的开了聊天界面。我送给阿姨的礼物收到了吧？后面是一连串害羞的表情，而刘勋的回复却很是坚决，下次不要再送了，我怕我老婆会误会。我不断的网上翻着记录，一直都是唐家在主动，刘勋一直在拒绝，显然是我误会了刘勋，他一直都在坚守着我们婚姻的底线，而唐家才是罪魁祸首，他一直在挑拨着我们两个的关系。宋田平时工作那么忙，能跟你参加公司的升职酒会吗？不如我陪你去吧，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丢了你的面子。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，我看到了他新发来的几条消息。刘勋，我病了，恐怕不能跟你出去了，要不你来我家吧。刘勋居然出去见他了，只是随后他的消息撤回了，又发来一条消息，要不你还是别来了，别让你老婆误会，我不想因为我让你和你老婆之间产生矛盾。之前电话信息狂轰乱炸，不就是为了让我误会的吗？现在又这么说，这分明就是又当又立，绿茶做派。愣愣地看着这些消息半晌，我居然不那么生气了，相反，我完全冷静了下来。他越是这样千方百计地让我误会，就越说明他还没有达到目的。我把脸上的眼泪擦干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他得逞。这时又有2条新消息发了过来，我就住在你家隔壁的小区，要不你还是过来吧。隔壁小区，我居然不知道唐家回国之后居然就住在我的隔壁。没再多想，我立即动身前往隔壁小区。我躲在暗处，已经看到了刘勋的身影，他在一个住宅楼下站着，似乎在等什么人。不多时，一个身穿睡衣的女人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她的身材很好，一举一动都有风情万种的感觉，是唐家。之前的种种猜疑又一下子涌上了心头，可刘勋冷冰冰的声音一下把我拉回了现实。唐家，自从你出国之后，我们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我心中的疑虑在这一刻瞬间消散，唐家好像根本就不在意这些。他撩了一下额前的头发，一举一动之间都在显示着自己的魅力。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一直都有我，而我的心里也一直都很遗憾，毕竟当年我们那么好，只是一直都没有突破到那一层。现在我只是想弥补这个遗憾而已。我一直站在原地，双手紧攥，连指甲刺进了肉里都不自知。都是成年人，谁能听不懂唐家话里的意思？只是我不知道，当刘勋面对这种不需要负责的诱惑时，他又有多强的抵抗力。唐家的身体慢慢朝刘勋靠了过去，手也顺势抓住了他的胳膊，显得很是亲密。唐家，请你自重，我是有家室的人。刘勋一把甩开他的手，还刻意往后退了几步，跟他拉开距离，这让我心里有些安慰，他心里还是我的。刘勋继续说道，我这次之所以来见你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别再打扰我跟我家里人了，我不想因为你对我的家庭有任何影响。唐家好像丝毫感觉不到尴尬，他双手环抱胸前，悠悠道，上楼跟我喝一杯，我就不再纠缠你。同为女人，我当然清楚他打的什么主意。如果刘勋真的相信了他，那一切就不可挽回了。我快步走了出去，亲切地挽住了刘勋的胳膊。老公，我说你怎么买东西这么久没回来？原来是碰到了老熟人了呀。刚才听你们说要喝一杯，不如回我们家吧。我盯着唐家，将头靠在了刘勋的肩膀上。
刘勋有些尴尬，酒就不必喝了，我们回家。刘勋的躲闪让我心里很不舒服。我没有出现的时候，他都能那么坚决地拒绝唐家，可我来了后，他却反而含糊其辞。难道他的心里还是放不下唐家？我不甘心地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但唐家却拿出手机朝我晃了晃，嘴唇微动。他分明是在说：“咱们走着瞧。”我和刘勋一前一后进了家门。我气愤的是他的态度，他明明是去见唐家了，却非要说是有应酬。虽然他拒绝了唐家，但是总要给我一个解释吧。可他却好像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，转头就进了卫生间，就好像是故意不跟我解释一样。我早就已经气不打一处来了，他骗我在先，现在又是这么个态度。可是还不等我去打开卫生间的门，我的电话就好像是催命一样的响了起来。我的上司，同时也是我的师傅田倩说，甲方这次直接驳回了策划案，他们还在等我新的策划案。强压着心头的那股火，我坐回了电脑前面。如果是别人跟我说重新做，我肯定拍桌子了。但田倩是我的师傅，他也是我能在公司如鱼得水的后盾。他这个人不苟言笑，但背后的能量却十分巨大。赌气之下，我关掉了刘勋的微信。我倒要看看他什么时候能想起来给我一个解释。然后我开始细心地检查策划案。我做事情向来不喜欢留下尾巴。之前的策划案，我们已经跟甲方确认过很多次了。而且甲方就是李如的公司，怎么可能出问题？想了想，我还是拨通了李如的电话。虽然时间不早了，但他明显还没睡，只是声音却显得有气无力。宋田，这么晚给我打电话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没有任何隐瞒，直接把策划案的事情和盘托出。这已经敲定的内容，就算是有问题，也应该是修改，而不是直接驳回，让重新做吧。可是李如听完，却是含糊其辞：“宋田，我现在在医院呢，我爸病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。”说完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我茫然地握着手机，李如的态度让我始料未及。这么多年，我太了解他的性格了，李如一定是有事情瞒着我。想了想，我打开了李如公司的官网，试图找出什么猫腻来。而当我看到李如所在的部门人员组成时，我愣住了。李如的上司分明就是唐家，他还是刚入职没多久，怪不得他之前要跟我说走着瞧。看来策划案的事情就是他搞的鬼。只是我没想到他的动作居然这么快。他本来就对刘勋有想法，刚才我又当着他的面宣示主权，而现在他又用工作上的事情来压我，或者他从来就没把我当成对手。只是我不明白，李如之前明明都已经拍到了唐家和刘勋亲在一起的照片，但却将唐家是他上司的事情隐瞒了下来，就连策划案的事情也是只字未提。一个大胆的猜测出现在了我的心里，李如该不会也是唐家的人吧？随后我马上摇了摇头，不可能，我跟他这么多年的交情，他怎么可能不顾我们多年的情谊来对付我？就在这时，唐家竟然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我想也没想便按了接听。他的声音显得很得意：“宋田，你是斗不过我的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刘勋，你都注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现在虽然刘勋还有一点坚持，但今天晚上你要是不出现，他就是我的了。”他似乎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些说辞。我被气得浑身发抖，说不出来一句话。唐家又笑了起来：“对了，以刘勋的性格，你不可能时时刻刻的都看着他，而我却能以工作为由一直找他。混蛋！”我将手机一把甩了出去。
挑衅，他就是在故意的挑衅我，激怒我。一晚上我几乎都没怎么睡觉，脑袋里全是这些事情。而刘勋一大早起来就走了，只是打招呼一样告诉了我一声他去上班。而昨天晚上的事情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，我也没跟他吵架，不就是冷战吗？那就看谁先绷不住。我也起来了，策划案的事情我必须要亲自去一趟公司，毕竟田倩已经亲自给我打电话了，这说明事情已经很严重了。只是才到了公司，我就看到田倩一脸的阴沉，她坐在椅子上，胸口不断起伏，显然被气得不轻。我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的策划案。怎么了？这时田倩却是冷哼一声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还能怎么了？还不是两个贱人鸡蛋里挑骨头。我拿起了桌上的策划案，转身就准备回家再去仔细修改一下。我拿回去再改一下就是了，别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。就算明知道是唐家故意找我的麻烦，我也不能连累公司和田倩。田倩只是嗯了一声，算是默许。只是刚到楼下，我忽然很想去卫生间，才刚关上小隔间的门，我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唐家，我已经帮你这么多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那笔钱？我愣了一下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是李如的声音。紧接着便是唐家的声音响起：现在事情还没结束，你只要再帮我加一把火，那50万我自会一分不少的打到你的账户里。听到这里，我赶紧打开了手机录音。还要我做什么？我帮你做的这些已经够对不起宋田了。李如的声音中带着哭腔。想想你爸的病，没有这50万，你拿什么给他换肾？李如沉默了好半晌后才说了句：好吧。我死死地攥着自己的衣角，李如居然真的帮一个外人来对付我，我做梦都想不到他会这么做。直到外面彻底没了动静，我才从卫生间里失魂落魄地走了出来，出门买了几样营养品，我就去了医院看望李如的父亲。我进来还没跟老爷子寒暄几句，李如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他满头大汗，看着我的眼神里还有几分闪躲，尤其是看到我买的那些昂贵营养品，还有我特意准备好的一沓现金之后，宋田，我们去外面聊吧。李如看我的眼神不像是闺蜜，反而像是敌人，生怕我会对他父亲不利似的。我起身向老爷子告别，和他一起出了病房。说吧，你替唐家做事多久了？李如先是一愣，眼中闪过一抹肉眼可察的慌乱，但随即他便笑道：宋田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会替唐家做事呢？他都要抢你老公了，作为闺蜜，我都恨不得把他撕了。说完，他的眼睛便瞥向了别处，脸上挂满了心虚。呵呵，我冷笑一声，强忍着怒意打开了那份录音，听着录音里清晰地传出他和唐家密谋的对话。李如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。宋田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。李如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大吼一声，引得走廊两旁的行人纷纷侧目。李如的脸色一变再变，最终她一咬牙，拉着我就往楼下走去，一直到出了医院的大门，她才停了下来。她满脸愧疚地看着我，坦然道：宋田，对不起，那些事情都是他逼着我做的，我也没办法。但你也知道，我父亲这病需要换肾，我想留下这份工作赚钱。果然，他早就是唐家的人了。而他嘴里说的那些事，显然并不是只有策划案这一件事。例如家里的条件一直都不好，这点我很清楚。但是我不明白，他有难处为什么不能跟我说，反而要帮着一个外人来对付我？唐家都逼着你做了什么？
我问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里如同针扎一样疼。我跟她这么多年的姐妹情深，没想到她有朝一日会这么对我。李如只是摇头，不断跟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知道帮着他去拆散你跟刘勋是我的不对，但他答应会给我一笔钱，可以让我父亲换肾，所以我才会借位拍下他和刘勋接吻的照片。是啊，怎么会那么巧？恰好他就拍到了刘勋和唐家亲在一起的照片。他们要是已经在一起的话，又怎么会故意留下把柄？这分明就是唐家设计好的陷阱，就等着我往里跳呢。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离开刘勋。不过，我苦心和刘勋经营起来的家庭，又怎么可能任由他强行拆散？看着已经泣不成声的李如，我叹了一口气，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傻？就为了一张空头支票，你就把我给卖了？他只要达成目的，就会把你一脚踢开。李如的脑子呢？他怎么就不想想，要是我都被逼离婚，为虎作伥的他能有什么好结果？”李如抬头看着我，似乎终于反应了过来。我该怎么办？宋田，告诉我该怎么办？我拉着他上了我的车。怎么办？现在当然是去调查关于唐家的一切，要不然你这份工作一样保不住。是的，我还是动了恻隐之心。他现在已经没了主意，而从他要帮着唐家拆散我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的情谊就已经断了。我要他现在变成我用来对付唐家的工具。他抹着眼泪，好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。之前我听到过她打了一个电话，说是在国外欠了不少钱，她老公才跟她离婚的。欠钱，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个好消息。我轻轻拍了拍李如的背，知道了这一点后，想对付唐家并不难。既然他想跟我斗，拆散我的家庭，那我就跟他斗到底。和李如分开后，转头我就把唐家的事情告诉了师傅田倩。他的人脉关系背后能量巨大，我要让他帮我查清楚唐家的事情。可是我才做完这些事情，我就接到了唐家的电话。他跟我说，他现在就在我婆婆家，我婆婆的身体出了问题，要我一起帮忙把她送到医院。根本来不及多想，我赶紧驱车前往婆婆家。可当我赶到时，却根本没有看到婆婆的身影，反而是唐家堂而皇之的给我打开了门，还故作一副女主人的模样让我进去。她笑眯眯地看着我说：“阿姨想我了，说要让我过来坐坐。”她刚刚有点不舒服，不过现在已经好了。我的脑袋在嗡嗡作响，我没想到她居然会无耻到这个地步。刘勋都已经明确拒绝他了，他居然还好意思跑上门来，就这么缺男人吗？非要这样上赶着倒贴？我一把推开了他，走进了婆婆的卧室。她躺在床上，嘴里还在不断地哼哼着：“妈，你哪儿不舒服？”我知道刘勋没出轨，再加上我婆婆现在的状态看起来也确实不太好，我只能耐着性子问她。可是他却是眯着眼睛看着我，一脸的不耐烦。还能哪儿不舒服？心里不舒服。我们老刘家都要绝后了，他还有心思说这样的风凉话。显然身体并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他又为什么要陪着唐家演这么一出呢？我并没有接他的话茬儿，但他却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。你来了就只会问我哪不舒服吗？一点眼力见都没有。你看看人家唐家，听到他的话，唐家更为得意。他一脸挑衅地看着我，我明白，他现在是准备跟我抢刘勋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唐家却自己狠狠地朝着门上撞了一下，紧接着开门声响起。我盯着唐家，他显然已经算准了刘勋回来的时间，故意这么做的。唐家的额头红肿，泪眼婆娑。宋田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？
阿姨不过是身体不舒服，我就过来看一眼，你有必要对我动手吗？你连阿姨都不看一眼，只顾着跟我争风吃醋，你这样算是爱刘勋吗？他的时间算得刚刚好，刚才说的话一字不落的全都传入了刘勋的耳朵。我抬起头，刘勋走了进来，脸色异常难看，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直接冲进了卧室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现在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我没有多说一句话，现在我说什么都是错。不多时，刘勋走了出来，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就转身扶起了地上的唐家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刘勋那温柔的模样，就好像是刚跟我认识的时候一样。而唐家果然在这个时候演了起来，他一副我的身体不重要，你先去看阿姨的样子，看得我直犯恶心。与此同时，师傅田倩给我发来了信息，唐家在国外不但欠了钱，还背上了官司，因为她出轨，她的外国老公才跟她离婚的。而在回国的这段时间以来，她也没有闲着，基本上能接触到的优质男人全都被她聊了个遍，但是除了被人睡过之后，没有得到一点便宜，只有刘勋还在他的网里。我恨得牙根直痒痒，但是我现在必须要沉住气才行。既然他愿意演，那我就陪他演下去。唐家，刚刚我也是因为我婆婆的病情着急，才撞到了你，对不起啊。我假意的上前搀扶着唐家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刘勋的脸色终于缓和了不少。我一脸歉意地看着他，说道：你先照顾妈，我先带唐家去医院看看。刘勋点了点头。我特意朝卧室的方向看了一眼。刘勋虽然对唐家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，但我婆婆可不是，她可是亲眼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了。既然他们都喜欢演，那我索性也演上一出。我忽然佯装着恶心的样子，朝着卫生间就快步跑了过去。我捂着肚子，一个劲儿地说肚子疼。我还蹲在卫生间，但是我的婆婆却从床上起来了。我甚至还听到了刘勋的惊呼声：妈，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心里冷笑连连，这是演不下去了。婆婆满脸笑容地看着我问道：宋田，你多久没来例假了？我摇了摇头，说自己根本就记不清楚了，可能有2个月。我婆婆听到我这么说，赶紧又是搀扶，又说要带我去医院。刘勋见到这一幕，却是愣了一下，问道：妈，唐家不是说你病了吗？我婆婆赶紧摆了摆手，她说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但谁看她的样子都知道她什么病都没有。刘勋看向唐家的眼神也不像是之前那样温柔了，他似乎想明白了眼下的这些事情。唐家只是瞪了我一眼，见到刘勋他们娘俩还在不断地跟我身边嘘寒问暖，他也知道今天是自讨没趣，转身离开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冷笑一声，他要是觉着这样就没事了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我要让他知道，我对他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他这样没底线的恶心我，已经让我坚定了要让他身败名裂的想法。我回到了卧室躺下，他们娘俩的声音从外面零星地传过来，有刘勋的责问声，也有我婆婆解释的声音。我婆婆说是主要还是唐家出的馊主意，她听了之前的事情之后，非要给我一点教训。刘勋听完之后怒不可遏，他蹲在了我的床边，紧紧攥着我的手。宋田，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一直都被升职的事情搞得心烦意乱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。我只是定定地看着他，问他，如果今天没有发现我怀孕，你是不是就真的认为我对唐家动手了？傻瓜，怎么会呢？刘勋坚定地摇了摇头。我坐了起来，
告诉他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怀孕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自证清白而已。我知道对待唐家的这件事上是我有错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不能删除掉他的联系方式，但是我保证以后绝对会把你放在第一位。我等的就是刘勋的这句话。我和刘勋回了家，但是紧接着我就收到了李如的消息，他已经从公司辞职了。他还给我发了一段视频以及一段录音，视频里是唐家跟一个秃头老男人相拥着进了酒店的画面。接着我又打开了录音，唐家的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。之前刘勋一直不上当，所以我没有机会保存下什么证据，但是这次我身上的伤就足够诬陷他们了。这次我帮你解决掉刘勋，你就可以平步青云了，到时候我们两个就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。接下来就看你酒会上的表现了。录音的内容不是很长，但已经足够了。我能猜到李如离职的原因，她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见的人，她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在向我赎罪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一直都很平静，我的策划案在另一个同事接手后并没有再出现任何问题，唐家没有再继续找我的麻烦，也没有给刘勋添堵，就好像本就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样。但是我知道他是在等着刘勋的尽职演讲，而我也去医院检查了一次，我确实是很久都没有来例假了，但是我没想到我居然真的怀孕了。我摸着的肚子，一想到里面孕育着一个小生命，我就觉得很是神奇。而刘勋比之前对我还好，他几乎是寸步不离。而刘勋升职酒会的竞选演讲也即将开始，我知道唐家还没有死心，他一直在等着这次的演讲。我也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能让他这么没有底线。下午我特意化了个淡妆，挑了一条白色碎花长裙，和刘勋一起前往会场。人很多，也很热闹。由于公开演讲，一些有合作的公司中高层全都来了。当他们看到刘勋出现的时候，全都开始议论纷纷。刘勋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但我却已经猜出来，这大概又是唐家搞的鬼。果不其然，不多时，刘勋的助理快步走了过来，他朝着我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了招呼，随后才附在他耳边小声说着些什么。听完后，刘勋的脸色异常难看，我知道肯定是唐家耍的幺蛾子，便问怎么了，脸色这么难看。刘勋这才说唐家也来了，还是以他对手家属的身份来的，而且一来就满世界宣扬，说刘勋想跟他重续前缘，但是他拒绝之后，刘勋就打了他。这个贱人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。我看着刘勋不断起伏的胸口，我知道他也被气得不行，我这才把之前的资料、视频和录音全都发在了他的手机上。他诧异地看着我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我只是对他笑了笑。诧异过后，刘勋转身又和助理交代起了什么。终于，演讲开始了。和刘勋竞争的对手当先走到了舞台中央，唐家挽着他的手臂，一副极其亲密的样子。而看到我的时候，他还示威一样，朝着我扬了扬下巴。他一定以为他赢定了吧。男人开始了演讲，而台下一个肥胖的秃头男人为其叫好的声音最大。我看了他一眼，那就是李如给我视频里跟唐家亲密进入酒店的人。老婆，我请你看场好戏。这时，刘勋忽然笑眯眯地看着我。就在我不明所以的时候，舞台上麦克风的声音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清晰的录音，正是之前唐家说要陷害刘勋的录音。本来还在演讲的男人
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这次演讲竞选酒会来的人很多，这件事情一出，影响会有多恶劣，谁都清楚。但这还不算完，就在刘勋的对手走向了工作台的时候，视频已经播放了出来，是唐家和那个秃头男人的。本来还不可一世的唐家猛然将头转向了我，他的那张脸近乎扭曲。这样的视频，这样的录音出来之后，他基本上就没办法在公司混了。牵扯到兄弟单位的竞选，他还用心如此险恶，就算公司最后还留着他，他也必将难堪大用。但这一切本来就是他自找的。我抱着肩膀笑着看着唐家，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心思深，一直以为我斗不过他，殊不知为母则刚。我举起了手里的手机，朝着他晃了晃。接下来才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。田倩给我的那些消息，我分别甄选了出来，他出轨的照片、欠债的账单，全都整理了出来。现在我更是用一个陌生的号码发进了工作大群里。唐家也收到了这条消息，他的一张脸阴沉的要命，他近乎疯狂地朝着我扑了过来，那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。不用想，他也知道这事情一定是我做的，但是他根本没有证据。我学着他之前的样子，不断往后退，一副吓到不行的样子。这时，刘勋却挡在了我身前，他对着唐家吼道：“你要对我老婆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给我老实点！”我知道刘勋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他已经彻底放弃了曾经心中的白月光。我只是淡然地看着保安把唐家狼狈地拉出了会场，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已经身败名裂了，这个圈子已然没有他丁点容身之地。鉴于刚才一系列的闹剧，刘勋顺其自然地打败了他的竞争对手，他欣然接受着所有人的祝贺，但看向我的眼神之中却是多了很多东西。他显然知道，要是没有我，他还拿不下这一次升职的机会。我并没有挨到酒会最后，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，只是我才刚刚离开会场，唐家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我冷笑道：“怎么，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”唐家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失败的事实，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解脱的意思。这一次你赢了，你是胜利者。胜利者？我摇了摇头，谁都不是胜利者。要不是他非要闯进我的生活，我也没必要费尽心思的去捍卫我和刘勋的婚姻。为此，我也失去了闺蜜李如。尽管挽回了刘勋，但这一切并不值得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有了唐家的消息。听说他借职务之便获得了一些不当得利，因为这些事情，他被所在的公司告上了法庭。我只是叹了一口气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而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心养胎，憧憬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